每一只被救助的动物背后都有一个悲伤的故事。它们有的是在狗肉店、屠宰场的案台前被救下的。二狗贩子收的狗，现在有犬卖，我估计这个狗不知道哪来的。有的是从狗贩子手里整车买来的，有的是遭繁殖场淘汰的。它们有的是自己走失的，身上还飘着洗发水的香味儿。也许在城市的另一端，主人也在焦急寻找着。是你家狗啊？是。有的是主人开着车走了很远的路，确定他找不回去之后才被生生抛下的。有的是被偷、被拐、被下药转卖的。他们有的病了、残了、老了，可能咬了人或咬了家禽，闯了祸，可能被车撞了。他昨天拿棒子打脑袋上了，可能被人虐待过。他们的主人也许经济状况、家庭情况不允许了，被迫放弃的，遗弃的同时还带着笼子、饭碗，穿着衣裳。也许仅仅是不喜欢他的性格或长相，厌烦了就弃养了。那主人折磨的有点精神病。因为多多少少都被人类伤害过，这些流浪动物大多对人类怀着警惕和畏惧心理。一开始要么退避三舍，避免伤害，要么龇牙捂爪，凶恶报复。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的状态真实地映射着与人类相处的过往生活。这大狼好多了，但有自闭症啊！你看，自己摇尾巴呀，一步不离地跟着我呀。在流利的流浪小动物救助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这些流浪猫狗通常对人很亲，甚至争相讨好来访的志愿者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它们被照顾得很好，对人类恢复了信任感；另一方面，也如志愿者所说，小动物们经历了食不果腹的流浪日子，很珍惜现在的生活，听话得让人心疼。人家来做核酸了，来看看行呀，不带着不行，嗷嗷跳，就像孩儿似的。这个在这儿呢，俩非得带着核酸。走了走了，上车了，来，屁屁。来到救助中心的猫猫狗狗会先进行身体检查，伤病严重的送去宠物医院及时治疗。那些患了猫瘟、犬瘟、细小等烈性传染病的猫狗会被隔离救治。这个是咱们救助站的第4号院子，里边有200-300条狗吧，这个大概是。这地方是这个屋子是特别潮的，夏天都漏雨。志愿者改造一下，现在不漏雨了。这些毛孩子就是不潮，他们的毛陆续都出来了。陆续。2021年5月，新扩建的救助中心分成了几个基里，里面有大大小小的狗舍。是咱们那个住院条件，原来条件相当次了，潮湿。所以造成这些狗孩子们病很严重，改造好了以后呢，改造好了以后，这屋子就干燥多了，他们的皮肤病我们就是会陆续给治。为了避免它们互相伤害，会把有攻击性的和胆子小的狗分开圈养，性格温和的狗放养。猫舍规模较小，目前收养了200多只流浪猫，也有工人和志愿者们细心照料。地方不够时，有的猫还会被志愿者带回家照顾。到目前为止，这些流浪动物的救助仍然靠着有一笔没一笔的社会捐赠度日。刘丽每天除了照顾动物，就是四处找钱、找粮食。这个是咱们基地的第5号院子，里边将近有300-400条狗吧。而疫情影响下，被弃养的流浪猫狗数量还在不断攀升。这个院子是咱们今年新改造的一个院子。救助中心的财务缺口
就像个永远填不完的无底洞。一些养宠物的人会调侃自己为铲屎官，把家里的宠物唤作吞金兽。不妨试想一下，超过3500只的吞金兽是个什么概念？一般而言，成年猫狗每天要吃的食物大约是它体重的4%左右，这个重量是以干粮来计算的。如果食物的营养不够充足，进食量还要增加。3500只流浪动物每天仅食物一项，最低开销就要几千元。这还只能保证动物们吃到，而不是吃好。一些小动物由于伤病、年老或者太过幼小，还需要吃更贵、更好的小灶。此外，场地租金、水电人工、消毒清洁、冬季取暖、做绝育、打疫苗、救助受伤、残疾、有慢性病、传染病、需要手术的动物的医疗开销，每一项费用、每一笔数目，每一天都在刷新。要知道，这些流浪动物是不创造任何商业价值的，它们只能不断消耗现有财力。里边是牛肉末，你这都多馋，多肉吃的在里头。也许有人会想到，把救助的小动物们收拾干净，打扮一下，以有偿的形式让人领养，也是一条出路啊。想法很美好，现实太骨感。暖暖喂肠了，这帮小玩意儿上来抢。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绝大多数流浪动物的品种并不名贵，外貌也没有一些精心繁育的猫狗好看。对很多人而言，这些流浪动物尚未达到作为宠物的门槛。话说回来，若是既名贵又好看，它们大概率也不会被扔掉了。就算扔掉，也会很快被人领养的。另外，这些流浪动物大多数是因病因残被遗弃的，照顾它们的难度很大。如果领养者没有经验，或者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耐心应对，他们极有可能还会面临2次流浪的风险。这些客观现实决定了有偿领养这条出路，对于流离的流浪动物救助中心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面对着以老弱病残和市区内禁养的大型犬为主体的几千只流浪动物，刘丽只能干着急。我们呼吁用领养代替购买，但就算免费送给人领养，也很少有人愿意要。更何况，出于对小动物们的负责，领养者自身也有门槛限制。除了身份信息的核实，还需要领养者本人拥有稳定的住房。咱们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必须得有固定住房的，最好是养过狗有经验的，本来他们的病都挺惨的，你必须得善良。而且，正常情况下，每一只送出的流浪动物都要做定期回访，来确保它没有被转卖或遭受虐待。这又添一项工作量。这个院子是咱们今年新改建的另一院子，因为有好几个院子已经经过改善了，有一些孩子们已经就是住在新院子，条件好多了。这个院子呢，也就是希望一些海内外吧，这些多年支持我志愿者，帮助一下，把这个院子咱们建起来，把一些条件不好的孩子们都挪到这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里能放将近500多条狗吧。也感谢这些新老志愿者，希望你们多多帮助和支持，咱们把这个院子共同来建。这是我们自己开的荒，种的小地儿，这不都是吗？茄子、豆角、辣椒、葱，完了都是这一夏天就没买菜，因为这钱就给孩子筹饭都筹不上来，我们就吃这个。站长领着俺们开的荒，这是。开的荒，种的茄子、辣椒、豆角、大葱，还有苦瓜，反正啥菜都有。自己家种的，对，我们就吃这个。
救助中心就像一台无法造血的机器，刘丽能做的只能是不断输血。那就是疫情期间那个救助的洋洋，疫情期间救助这个是第7个院子，这里大约多少狗？大约40多。这里都有40多个狗。也是这个阿姨她一起负责任的。这都打上了。这个基地这个是咱第8个院子，准备把第6个院子、第7个院子回落到这个院子里，因为这个院子今年改造了一下，条件啊比较好一些，所以要回落到这个院子里。这里头就得有20条狗。这里有20多。这都是新来的狗，在里边隔离，打几针疫苗了。这个是咱救助站的第9个地方，这里面放的是猫和一些在那个就是农村嘛，他养一些狗繁殖来繁殖去的，完了也不给狗吃饭，最后把它鸡咬死，把妈妈打死，就是收救这些小孩子们的地方。运营至今，这个民间组织一直是靠着社会援助和志愿者们的爱心共建勉强维持的。也正是有了这些人的救助，那些四处流浪的动物才不会被端上餐桌，也才不会发生因毒狗而导致的狗肉中毒的连锁反应。那些饥肠辘辘的动物才不会游荡在街头，也才会避免导致咬伤行人和好奇孩童的事件发生。这个是咱们救助站第10个地方，里边放的一些都是刚救助下来的，没有毛病。偷吃鸡鸭鹅那个说把腿给剁下来那个孩子，剁来一条腿那个。所以流浪动物的故事并不仅仅是刘丽们保护动物的故事，也是他们在身体力行地保护着与小动物们相伴栖身在世界上的人类的故事。你去看，就是这个狗孩子，就是咱猫舍这2口子，看着可怜，可能是一会儿就抱着他能住上去。今天要给他洗澡没让，因为他刚打完第1针疫苗，洗2口子要吃他，这2口饲养特别好吃。